自从高市早苗发布涉台言论以后呢，中日关系就已经降到了冰点。但是日本没有收敛21日，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带团启程窜访我国台湾省。接着呢，日本又宣布，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等6名自民党成员也将于12月24日窜台，并协调与赖清德会面。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已经从打打嘴炮变成把官方往来摆到台面上。这种干涉东大内政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呢，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东大这边呢，反应就很直接了，大规模的取消了日本的航班，冻结了日本高官在华资产，解放军轰炸机直接绕了日本列岛飞了一圈嘛，空气里的火药味已经浓得呛人了。现在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这会不会是战争的导火索？如果明天早上醒来，新闻里播报的不再是严正交涉，而是导弹升空，日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它背后的美国做好准备了吗？面对东大这样一个工业怪兽，一个没有完全自主的岛国，真的有还手之力吗？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人。要看清楚现在的局势，咱们呢就不能只盯着这几天的热搜，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啊。这一切的源头得从几个月前高市早苗上台开始说起。今年的9、10月份，其实当时国际社会就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高市早苗这位被称为阿姆斯特朗炮的女政客，一上来就没打算走中间路线。她在就职演说里说了什么呢？修宪、扩军，这些都是出格的，但是都是老生常谈嘛。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她把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句话，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日本政府的行动指南。到了11月份呢，事情就开始变味了啊！日本的官员开始频繁跑去台湾见赖清德，嘴里喊着价值观同盟，甚至开始在与那国岛一个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地方部署了导弹阵地。小泉进次郎甚至跑到了水陆机动团去视察，还登上了2栖战车，那架势啊，仿佛明天就要去参与守岛了。但是在日本跳得最高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就在上个月，美国突然撤走了部署在日本延国基地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美军的理由是正常轮换嘛，听得很正当，但你细品，在盟友和东大吵得最凶的时候，大哥就把枪收起来了，这个信号还不够明显吗？美国人真的不想直接加入这滩浑水中。时间来到12月，高市早苗的幕僚甚至在内部吹风会上放话，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这句话一出，性质可就彻底变了啊！这不仅仅是针对东大了，这是在挑战2战之后整个国际秩序。于是我们看到了东大的反击啊！这回东大真没怎么废话，先是召见了日本大使，话说的就很重了。紧接着就是大家看到的经济制裁。根据最新的航空数据啊，仅是针对明年1月的计划，东大就取消了2195个赴日航班。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砍掉了40%的运力。像南京飞福冈、沈阳飞大阪这些航线直接就停了啊。时间线呢就说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事儿得单独拿出来说，在中日对垒的过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个新概念啊，叫新门罗主义，或者叫西半球优先。很多朋友听过门罗主义，那是200年前美国人说的，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嘛。那么2025年的新门罗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仔细读了这份报告，给大家提炼出3个战略核心点。第一呢，就是战略收缩，打造堡垒美国。报告里写的很露骨啊，说亚欧大陆的冲突是不可预测的，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确保西半球的绝对安全和供应链独立。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要把它的工业能力、关键资源和防御重心从全球各地撤回到南美和北美。美国要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安全区。第二点，资源掠夺和排他性的控制。报告特别提到了拉美的锂矿和铜矿。美国现在的思路是，我们不需要当全世界的警察了，我们需要控制生产电动车啊、导弹啊、芯片的原材料。所以美国要强力清除东大在拉美的影响力，确保这些资源只能供给美国。第三呢，也就是让日本最难受的一点，盟友它分等级。报告里虽然说着重视盟友，但是盟友它分了369等，处于西半球的像加拿大、墨西哥这样的核心圈，而处于冲突前线的像日本、韩国、乌克兰，
现在的定位就变成了防波堤。大家听懂了吧？美国的新战略里，日本不再是需要保护的家人了，而是用来消耗对手的填线宝宝。虽然吧，我们都知道日本一直以来是什么定位，只不过公开说就很残酷的。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边撤走提风导弹，一边却逼着日本增加军费，甚至要把军费提到 GDP 的3.5%。美国人算盘打得很精啊，你想让我保护你不行，太贵了，而且很危险。但是我可以卖给你武器啊，你自己拿着枪自己去顶东大，我们呢就在后面给你加油好了。日本的读买新闻前2天发布了一篇社论，标题呢特别有意思，叫《被遗忘的前线》。文章里就透着一股酸气啊，说华盛顿把目光转向墨西哥和巴拿马运河，东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连日本右翼都感觉到了，美国正为了自己的利益，准备随时牺牲掉日本这个外围棋子。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就算美国不直接下场，日本自卫队还很强呀。这种话呢，放在20年前说，那确实是事实啊。不过放在今天，这就是个笑话。咱们别听那些日本政客吹牛啊，来看看专业的军事智库和硬核数据是怎么说的。先看一下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在今年年中做过的一次关于东海冲突的兵棋推演，结果就非常惨烈啊。报告里有2个结论特别的扎心。第一，在开战后72小时以内，驻日美军的基地和日本自卫队的空军基地将因为解放军的饱和攻击而瘫痪。第二呢，日本引以为傲的水面舰艇部队在东大高超音速导弹面前，生存率呢不到20%。如果战争打得比较久了，那么就要打补给了。现在的东大坐拥全球1/3的工业产能，咱们1年的钢产量啊，差不多是世界的1半。咱们的发电量呢，全球的1/3左右。海军方面，日本现在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摩耶级、金刚级，总共8艘的盾舰嘛。而东大呢，光是055万吨大驱就已经形成了下饺子的规模，单舰的垂发单元数量、雷达功率都是碾压级。日本还在计划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但是东大手里的东风17、东风26这些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有的反导系统根本就拦截不了。还有一个领域啊，就是无人作战领域。现在的东大掌握着全球70%以上民用和军用的无人机产能。俄乌战场已经证明了无人攻击装备的战术价值。东大一次能动用的无人装备，可能够俄乌战场打上1年。大家想象那个画面啊，日本还在用昂贵的 F-35战斗机试图穿越防空网，而东大这边呢，直接就是一群廉价的智能化的无人机蜂群，铺天盖地的压过去。你的防空导弹再多，面对蜂群呢，就是形同虚设。日本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小川和久最近在博客里写了一段话，他说，政治家在热衷于讨论核武器，却忘记了我们的弹药库储备只够打3天。面对东大这种全产业链的工业怪物，任何的持久战都是自杀。连日本自己的专家都这么说啊，高市早苗哪来的底气呢？他的底气无非就是在赌东大不敢打，赌美国会心软。在这个赌桌上，手里没有牌，硬装有牌，一旦被掀了底牌，输的可能连裤衩都不剩了。当然了，东大虽然一直很克制，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日本真的发疯了，迈出那一步，比如日本真的官方承认了台湾的地位，东大应该怎么做呢？在我看来，可能只有3个阶段，估计会在1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第一阶段呢，反介入和区域阻止。东大不会等到日本军舰开到台湾海峡才动手的，解放军现在的演习大家也都看懂了，重点呢都在宫古海峡。一旦开打，东大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切断通道，东风导弹和远程火箭炮会在第一时间覆盖琉球群岛的关键节点，把你的雷达站跑道炸了，你的装备不能离开驻地，用不了就是废铁喽。第二阶段呢，就是封锁和窒息。日本最怕什么？怕没油，怕没气。日本是一个岛国嘛，能源都靠进口，粮食呢也靠进口。东大的军事实力不需要登陆日本本土，只需要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一封，再配合中俄的轰炸机在西太平洋巡航，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实就断了。上一次东大的百舰巡游其实就是做封锁演习的。现在的日本呢，核电站停了不少，能源呢极度依赖中东，只要航路一断，不出半个月呢，日本社会就会自己崩溃的。第三阶段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了。很多人问打日本会不会耽误收复台湾？恰恰相反啊，如果日本真的主动跳出来，
那就给了东大一个完美的理由。以前我们还顾及着同胞情谊，想着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外部势力武装介入，那么性质一下就变成了反侵略战争了。到那个时候，连带日本的干涉力量一起扫除，顺势解决台湾问题，这叫搂草打兔子，一劳永逸。而且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哦，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虽然日本觉得这玩意儿没用，但是在法理上，只要日本再次发动侵略行为，作为二战战胜国，东大有权不经过联合国授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我们手里的尚方宝剑。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打仗从来就不是单机游戏。如果真的走到那一天，东大肯定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就是经济制裁了。美国现在虽然不想下场打仗，但是他们绝对会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欧洲搞经济绞杀，像踢出 SWIFT 的系统，冻结海外资产，全面禁运芯片，这些招数肯定会轮番上阵的。这对我们的民生会有影响吗？肯定会有的。外贸订单会减少，沿海工厂会难过，大家的手机的电脑可能会涨价，甚至出国旅游都不方便。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会让东大屈服吗？看看俄罗斯吧，被制裁了那么久，经济崩溃了吗？没有，因为他们有能源、有粮食，还有东大这个工业大后方。而东大呢，我们是全产业链国家，我们能造所有的东西，我们有14亿人的内需市场。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几年拼命搞一带一路，搞金砖国家合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一天。我们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涵盖了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这些国家需要我们的商品，我们也需要他们的资源。只要这个循环不断，西方就算把我们踢出 SWIFT， 我们也能重建一套支付体系。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师最近在一份内部备忘录里也提到，如果对东大实施全面制裁，全球的供应链会立即断裂，美国的通胀率可能飙升至20%以上。也就是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疼，他们也疼。说到最后，我想表达一个核心观点：东大现在展示这么多肌肉，甚至不惜祭出航班熔断的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为了什么？是为了发动战争吗？绝对不是。我们展示出强大的工业能力，就是为了告诉日本你打不起。我们展示果断的经济制裁，让日本的旅游业迎来寒冬，是为了告诉日本商界你们会疼，接下来会更疼。我们展示坚决的军事红线，配合中俄联合巡航，是为了告诉美国人别引火烧身。东大其实非常克制了，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战争的残酷，所以我们更珍惜和平。但是这种克制绝不是软弱。如果高市早苗政府误判了形势，以为东大克制是害怕，以为只要抱紧美国大腿就可以狐假虎威，那真的是异想天开。因为在美国新门罗主义的蓝图里，日本是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当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强战争潜能国家被迫放弃和平的时候，那将是所有挑衅者的噩梦。我们不惹事，但是也绝对不怕事。如果真的那一天到来了，真的以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充话费送的吗？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如果你有看法，欢迎在留言区里与我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关注。我是五人，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